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10讲，同流合污致毛泽东崇拜。今天6月28日第10讲，4个月前的2月28日开始的第1讲。那么10讲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呢？我这个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系列公开课计划呢是先从头到尾按照时间顺序系统性的把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讲一遍。那么按照这个进程呢，目前10讲大概完成度是25%到30%之间吧。但是这个系列公开课到那个时候不是完结之后我会再有一些资料的补充和一些大家反思文革的这些视角上的一些补充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今天呢，上来我先做一些补充上一讲我们讲到破四旧那么红卫兵开始到处的打砸抢，我补充一组数据。当时红卫兵发出命令，让人们将房产交公，有房产的人为了扔掉房产主的帽子，到房管局上缴房产证。房管局门前排成了长队。北京的52万间私房被没收，上海124万平方米的私房被没收。据不完全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的红卫兵共抄家 11.4 万户，抄走黄金 10.31 万两，白银 34.52 万两，现金 5545.99 万元，文物和玉器 61.36 万件。抄家没收的更多是生活用品，从钢琴到席梦思床，从高跟鞋到尼龙袜，无所不有。一些体育馆的运动场上，这些超收品堆积如山。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上海共抄家 15.77 万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 6.5%， 其中市区 11.45 万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 8.2%。 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市共抄家2万1000户，超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 26.7 万块，现金存款440万元。查抄打斗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到10月13日，济南市抄家2万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 13.11%。 后来有些地方将部分查抄的财产退回给了被抄户。比如江西余都县1967年5月15日成立清理破四旧财物清理小组，向被抄户退回黄金13斤9两，银元23135枚，银毫子9726只，杂粮275斤6两。但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6月25日又一次大抄家，刚才说的这些被退回的财物就又一次被抄走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就是1966年的时候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 118.8 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 1.66 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这些都要加引号的不是真的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所谓牛鬼蛇神达到3900多万人。那么破四旧还冲击了一些民主党派，有一些红卫兵下令解散民主党派，通令收缴民主党派的大印，多个民主党派的大印都被红卫兵收缴了。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被批斗，有的民主党派办公地被迫关了门。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100多人被红卫兵批斗或抄家，占总数的 36.5%。 那宗教也成了这个破四旧的受到冲击那么在文革前宗教就受到破坏以西藏为例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以后减少了 97%， 无数的佛像、佛经、佛塔被焚毁被抛入水中，甚至把大藏经用于沤肥，
把佛像、佛经用于制鞋原料。那么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啊，是这个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啊建的这个白马寺。那么寺院旁边就有一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啊，在文革时候这样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18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那么在这个破四旧中啊，文物古迹大量被毁。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那全国各地名胜古迹被破坏的就不计其数了。比如说1966年11月9日啊，有一个著名的红卫兵头子叫谭厚兰，他带了200余人啊，从北京就杀到山东曲阜，去破坏这个孔庙、孔林啊。当然，这种破坏呢还只是一个开始。到后面1968年的10月啊，曲阜师范学院提出了开发孔林、创办5期农场的具体目标，在这里开荒种地、挖防空洞、挖地3尺啊，就使孔林遭到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破坏。那再说一说这个谭厚兰啊，这个红卫兵头子呢，在1966年的11月9日到12月7日啊，不到1个月的期间，他率领红卫兵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啊，破坏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的石碑啊，破坏了1000余座。这中间啊，包括国家1级保护文物的70余件啊，以及珍版书籍1000余册。当然，这个人后来啊也难逃，就在文革期间啊就已经被审查，后来的下放啊。那么直到1982年，他病死在狱中啊，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人民暴政，对吧？其实文革呢，就是人民暴政啊，这种一个最高的一种历史表现。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要反思文革啊，就会发现呢，其实这只是我现在目前讲到的啊，只是文革刚开始，对吧？1966年8、9月间的啊，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慢慢讲。那么大家会往下听呢，就会听到啊，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就是这些团体啊。在这个人民之中啊，自己弄出来的各种团体啊，他们之间是有互相的一些矛盾和冲突的，对吧？但是奇怪的是呢，他们本身呀，一个团体啊，他们都支持文革，然后他们互相斗啊，那么最终自己本来是斗别人的，最终自己成为了这个被斗的啊，被伤害的这个对象。那么，所以当我们回顾文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这场运动中啊，没有胜利者啊。你现在的这个目前红卫兵啊，我们讲到的啊，站在历史舞台，对吧？非常的得意。到后面他们也被整啊，他们也上山下乡，他们也遭受各种各样的一些损伤，对吧？所以他们也不是胜利者啊。最后我们会发现啊，之后上到这个历史舞台的一波的人啊或团体，他们到最后都不是胜利者，包括毛泽东本人啊，他也不是胜利者。所以呢，我们反思文革的时候，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啊，说这个文革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啊，中国人特别的喜欢把这个责任啊推卸给别人啊，就是自己是受害者啊，我没有责任。虽然我是从那个文革时候过来的，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视角，包括大家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籍，很多也都是这种视角。比如说最开始啊，中国人会说啊，文革是林彪的责任啊，四人帮的责任，对吧？后来会说啊，这是毛泽东的责任，是他发动的。但是仅此就可以了吗？啊，只是那几个人是这个迫害方啊，大家都是受害者吗？后来有人反思说啊，那么这个制度啊，应该为这个文革来买单啊，整个这个制度包括这个共产的一些意识形态啊，包括毛泽东思想里的这种意识形态。难道以此就够了吗？对吧？还有人说啊，整个中国这个所谓的整个的这个民族啊，那片土地上生活的所有的人都要为这个文革负责啊。这句话从哪儿说起呢？就是说啊，文革它等于唤起了中国人啊
心中最深层的那种欲望，说这才是文革真正的根源。那么唤起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欲望呢？在这点上必须要说清楚啊，这种欲望是人性中的恶，它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啊。因为当然它发生在那片土地上，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心里的这种欲望，对吧？但是呢，一定要大家想明白这点啊，是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啊，是人性之中特有的这种恶。这种恶所激发出来的，它就会到文革是一个最高峰啊。这种恶是什么呢？就是当权力啊，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的时候，它可以用来迫害多数人啊。它这个等于是一种政治迫害的工具啊，这种权力。那么在中国这个事情就做得登峰造极啊。但是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权力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中，在文革的时候，对吧？它是一个人民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暴政啊。当权力在多数人手中的时候，它就成了可以迫害一切人的这种政治工具啊。所以原来的这种旧的制度是少数人迫害这些无辜，那么新的这个制度，当时文革时候这个制度就是多数人啊一起去作恶，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里还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啊。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啊？你就看在文革的时候，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最大化的体现，那样就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啊，就是一个其实说白了，说的更直白些，它就是一个人民暴政啊，多数人的暴政，一个暴乱的一个状态。所以啊，我们再反思到最后一点啊，这一切，我们就说啊，其实你在文革中啊，你不管是默默无闻的，你是被迫害的，你只能默默忍受的人，还是呢那些比如说像这个红卫兵啊，现在这个阶段是红卫兵是一个最积极的分子，对吧？去迫害别人啊，后面还有比他们更积极的各种各样的团体啊，我们一点点讲，就是所有的人。每个人最后你会发现，他们都同流合污在一起了，都有人在不同的阶段支持过文革啊，直到自己变成受害者，对吧？那么最后大家都同流合污在一起了，是什么让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同流合污到这么肮脏的一种状态之下？那么就是这种集权制度造成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经过红卫兵的这个所谓的破四旧啊，在1966年8、9月的这一通打砸抢啊，这种人民暴政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那片土地上？打扮时髦的女性被红卫兵整啊，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啊被剃头，脸上被人用唇膏去乱涂，那么从此便开始了一股乏味无趣的拘谨风气，当时的社会风气啊。那么被视为封建的长发辫消失了啊，就算是化的再淡的妆，也被当成旧时代的遗毒。男男女女都改穿呆板的服装啊，通常是蓝色或灰色的棉质制服啊和黑布鞋。理发店呢仍然继续营业，但是呢只帮人去剪无产阶级的发型。餐厅只供应廉价而无味的餐点。销售水果、蔬菜、糖果、坚果、布料、陶瓷碗碟、煤炭和藤篮等各种用品的小贩再度遭到禁止。书店除了洪宝书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之外，其他卖的书寥寥无几。整个产业的人同时失业。在南京，求职者人数增加了10倍，有花匠、菜贩、水果贩、鞋匠、制革匠、铜匠、造纸匠、印刷工、摄影师、油漆工、裁缝师、刺绣工、装订员、殡葬员等等啊，这些人全都失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店铺都被迫的关闭，入不敷出。但是其实他们呢，也都是穷人。艺术啊，工业行业啊，被整门的摧毁。光是在广东省就有大约2万名原本受雇的从事手工业的人，现在被斥为迷信。他们的产品一年产值达4000万元，从线香到纸钱都有。这批工人当中，只有1/3被调到其他行业，
但就连他们也陷入到贫困中啊，因为他们经常只剩下一半的收入，或者失去了从事新工作所需的工具。许多人沦落到只能变卖所有家当，包括衣物和家具。汕头在解放前是华南地区第2大港，也曾是刺绣品的主要输出地。在市外的一座小镇上，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每个月只能靠不到3块钱过活。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震撼了整个产业界，从玩具、纺织品、化妆品和家电到瓷器，每一项产品的标签、包装及内容物都必须除去一切封建过去的残迹啊！一双袜子、一管牙膏或者一个美丽牌或金阁牌的搪瓷洗脸盆都是对无产阶级的侮辱。国务院下令严格遵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但仅仅是在上海就有将近6000种产品的标签或图案带有旧社会的气息。经过多年的全面修改，才完全符合了规定。举例来说，2年后，中国纺织公司依然留着2万床羽绒被的存货因为你更遑论还有15000公尺长的丝绸因为图样封建而成为了废物。在很多情况下，有人会用权宜之计凑合过去，在有问题的商品贴上警告标签带有封建或资产阶级色彩的品牌名称则用一个大红叉涂掉。在玩具、小雕像到扑克牌都这么去办理，但是这么做呢，也不一定能够让消费者放心，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跟那些可能遭红卫兵批判的物品有所牵连。那么于是销售量大幅下滑。饰有神兽麒麟图案的陶瓷筷筒装筷子的那种桶再也吸引不了买家。但同样是这个筷筒以革命口号装饰的即便要价2倍也是一下就卖光了。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彭真和陆定一这些失势的领导人，他们的著作早在8月就必须销毁，但是列出政治错误书籍的黑名单逐月加长。比如说刘少奇，对吧？他的这个问题就很难办，他是国家领导人。那么因此呢，在陶器、瓷器、海报到各种类型和造型的文具无数的物品上都有他的题字。那文化大革命展开之后，那没有几个红卫兵愿意在有他题字的日记本上写东西。1967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叛徒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所有痕迹一律消灭。但这又为当局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政府制作了无数的奖状、奖章来表彰表扬立下功劳的人民，从出生证明到退休金手册等等那么这些文件中呢，很多都留着刘少奇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痕迹。那么举例来说就有一些残障老兵就抱怨他们的官方证件封面上有他的照片封底则有他的题字，那内务部应付不过来，只能把撕除所有问题内页的权利委派给地方代表。那么无产阶级文化世界中的一切变得难以分辨，因为各地的商店很多都改名了，都用了一些最常见的名称比如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工农兵、解放、群众、人民以及延安。那在上海光叫这个红卫兵的店铺就有100多家，230家药房之中有200家的店名是完全相同的大家就完全迷惑了他们的橱窗也都是同一个样子，就是毛泽东肖像放在中间位置，周围都是红色彩带，他著作的这些引文以及重要新闻的告示板都在旁边等于完全一致的外观把人全都弄糊涂了。所以林彪在8月18日的大集会上号召学生破四旧，对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那么当时说也要立4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是到底什么构成了旧文化呢？这是很难说明白的。那到底又什么是新文化呢？你这个也很难去界定就变得非常的含糊不清。那么很快这个社会的反应是很快的，人们的这种对这些东西认知反应是很快的。很快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新文化或者说唯一被接纳的所谓的无产阶级的这个新文化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你对毛泽东崇拜就对了，这就是新文化
啊，凡是崇拜毛泽东的一切，这些就是新文化啊。你不崇拜毛泽东的，那就是旧文化。以此非常的简单的啊，非黑即白的二极管式的简单化的，就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啊，将所有的人都同流合污过来。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崇拜啊。这种崇拜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大量涌现的标语啊，他们无所不在。有人近距离观察到啊，过去一直都有很多标语啊，但是呢，目前这个标语的整个这个数量啊、面积这个记录一直在打破。墙上只要有空位，就一定会有人仔细的去写上毛泽东语录或者向他致敬的标语，比如说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啊，毛主席万岁。无论是商店、工厂和学校，都贴满了这些标语。那么啊，甚至这个整栋楼啊、楼顶啊，全都贴满，全都写满。北京的重要地点盖起了巨大的砖造建筑，展示标语和伟大领袖的语录。有些建筑则展示巨幅的图画啊，画中的那些农工啊，眼神坚毅，决心要打倒所有走资派。公车、货车、汽车和厢型车的车身都漆有毛泽东语录，火车头前方挂有这种裱框起来的毛泽东肖像，就连脚踏车前面呀也贴有一张上头写了语录的红色小卡。货车载着红卫兵在街道上穿梭，他们到哪里都带着红宝书，拿着它朝彼此挥手，仿佛它是一本属于革命分子的护照。所以在这个染满红色的新世界啊，所有感官都遭到疲劳轰炸。红卫兵在临时搭建的台上声嘶力竭地呼吁人民加入革命啊，加入革命。但是旁观者听到的都是这些夸张激烈的言辞，当中夹杂着毛泽东语录啊，包括当时这个在空中还有一些国内航线这些空乘人员也都定时的来朗诵这个红宝书来款待乘客。当然了，最可怕的武器就是这个扩音器了啊。那么长久以来政治宣传活动中一直都使用这个扩音器啊。那么但是现在他们不再关上了，一直开着，反复不断的播放相同的几句语录，而且音量总是开到最大。红卫兵在警察亭里朗读红宝书，透过街上与警亭连线的这个扩音器播出。成群结队的革命青年在城市中游行，同时高唱着赞颂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也在电台去广播，然后这些广播内容呢又透过院落、学校、工厂和政府办公室的这种扩音器全都播放出来。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个景象很难想象你就去想象在这个3年的这个抗疫期间到处不都是有这种扩音器的喇叭，让人下楼做核酸啦，下楼做核酸等等喊这些口号包括这个车在街上。那么文革就比这个这个音量和这个整个这个扩散的程度那你就想象100倍甚至更大的比例，就是这种景象一个非常的令人恐惧的、令人疲惫的令人非常厌恶的一个地狱景象当然这一切还是有可能再重来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些歌曲就很受欢迎，比如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毛泽东思想闪金光。那么当然了，其实很多人在这种疲劳轰炸之下他已经是学会听而不闻了，对吧？虽然他已经被同流合污到这个大漩涡里但是他没有做更多的恶，但是他保持了沉默他保持了默许，他也听而不闻或者听到这个不对的一些事，他也不会再去反驳就完全处于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麻痹的状态，甚至呢还要再去叮嘱自己的家人小孩或者亲朋好友还要去用自己一套话术去麻醉他们就你不要反抗什么都不要说听了就完了，然后甚至呢比如说到街上遇到这种他也跟着喊几句口号，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就慢慢的实际上慢慢的所有人都被同流合污了有的人其实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慢慢他会变得积极他会发现去迫害别人可以捞到好处，他就由那个默不作声的他就变成积极分子，都是在这种转换过程中的那么这股新的狂热有一部分当然来自上面的指导比如说解放军他们就是红宝书的幕后推手。举例来说，8月27日那天，北京就下了一道指令，规定公共场合只能展示毛泽东肖像
所以没有人啊想要在崇拜领袖啊、崇拜毛泽东这件事情上落于人后。随着被视为封建或代表资产阶级的物品啊范围啊越来越大，一般人民也越来越倾向于改用市面上仅有的那些不会引起政治争议的商品啊，比如毛泽东照片、毛泽东徽章、毛泽东的海报啊，以及毛泽东的著作。那么毛泽东的著作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毛泽东著作选读啊，它呢对于这个民众发行有2个版本。一种版本呢是供这个程度比较高的读者阅读的啊，第二种呢就是给这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的。那么文化部决定1966年2种版本首印的这个总印量啊都要从4000万本增加到6000万本，但是没有足够的纸张能够用来执行这个计划。那么包括一些什么休闲杂志在内的啊，所有这些非必要书籍的印刷就都受到了限制啊，你都往后排，你先别印了，都优先的印这个毛泽东这些著作。其实这个情况啊，到今天依然如此啊。就是我过几天呢，我会讲啊，就在我《天使》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啊，这3年半跟出版社打交道中，有很多次啊，他们的这个审核呀，包括一些流程啊，就走得很慢啊，就走不下去了。编辑就告诉我说，哎，得先暂缓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到了更紧迫的任务啊，比如说这个习近平的什么著作啊，或者某某什么国家领导人的，或者某某国家的什么项目的啊，一些什么著作，这些书啊，要优先的去走流程、走审核、走印刷啊，然后我们这样的书就得等一等。到现在依然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当然这样，在当时还是无法满足民间高涨的需求，所以官方定下的这个机制纸的这个目标啊，产量就暴增，在1967年就来到了500公吨。那么为了平衡经济呢，全国肥皂产量被缩减了15%啊。在上海有7家新工厂兴建起来。总面积16400平方公尺，大约是3个足球场的大小，就为了满足印制照片、肖像、海报和书籍的要求。那么在江苏省啊，有工厂被全面改装，用来去印制红宝书。那么各地制造红墨水的这个工厂也都日以继夜的赶制啊，但产量依然去赶不上需求。那这些书本还需要封套，对吧？精美鲜亮，而且是红色的。那么到了1968年，光是红宝书的这个封套啊，所需要的塑胶就达到了4000公吨。那么早在1966年8月，商务部就已经限制了这些胶鞋啊、塑胶拖鞋，还有塑胶玩具的生产啊。你这些东西日用品也别生产了，全都用来生产这个红宝书的这个封皮啊。所以全国的工厂都准备好为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那么不只是毛泽东的这个书啊，还有毛泽东的徽章啊，这方面呢就有更大的一个牟利动机。你比如说这种徽章啊，非常的流行。那么穿着一致服装的红卫兵啊，时常用这些徽章啊来表达自己的一些个人特色。那么但是计划经济这里啊，同样跟不上这一个广大的需求。上海有75家工厂加班生产，每个月能做出1500万枚的这个毛泽东徽章啊。武汉的产量约为600万枚，但是南京啊只能做出100万枚。那么市政府就在1967年向中央多要了90公吨的纯铝，好将产量增加为原来的3倍。到了1968年，全国的徽章产量啊为每个月5000万枚以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产业！就全国啊就造毛泽东徽章，就造这么一东西。那这样还不够，那么就肯定出现了蓬勃的黑市啊，和国家竞争。部分政府组织啊会为自己的成员制作徽章，但是受到这个获利动机的诱惑啊，而将业务拓展到法律的灰色地带。也出现了纯粹供应黑市需求的地下工厂。他们和国营企业争夺稀有资源啊，因为你要造这些徽章需要铝嘛，他们就去偷啊这些铝制的水桶啊、水壶、罐子和锅。那需求大到就连工厂里面昂贵的这些机具上的这些铝制保护层啊，都被人给剥下来啊，然后拿去造徽章啊。
那么非法市场本身几乎就是明目张胆的在经营了，其中几处还吸引到上万名的顾客，人多的挤到路上，妨碍交通。在上海，市政当局统计有30多处非法市场，主要位于火车站和码头附近，人人渴望得到这些东西用来交换其他商品。实际上，这个徽章就成了一种以物易物的，或者说它是一种货币了，在当时。那么这些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官员就谴责你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活动你们这是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极不尊重。但是也没办法因为而且这些市场当时是有很多的红卫兵和其他的革命组织来把守这个市场他们也在其中在牟利。那这个徽章呢有几千种的款式其中几种呢是以这个亚克力、塑胶，甚或是这个竹子粗制滥造出来的，有些呢是用手工上色的这种陶瓷精心制作的，大多数都是铝制的基座，然后上面镶上金色或银色的毛泽东侧面像，而且这个侧面像一定是要面向左边徽章和红宝书一样，成了对毛主席忠诚的象征。而且就别在这个心口上，对吧？而且阶级背景较差的人是不准佩戴这个徽章的等于用这个徽章也给人分了369等。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间，这个徽章是交易最火热的私人财产可以拿来做每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投机买卖。红卫兵就成了辨别各种徽章相对价值的专家，并且私下里交换。或者他们在后来的这个大串联我们应该下一讲可能会讲到了这个大串联，他们在这个全国游历的时候用来当货币使当然了，最大的收藏家都是那些大人物比如林彪的妻子叶群，他就收集了数千枚并且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73岁的这个生日宴上寿宴上，向毛泽东展示了他的收藏。由于非法制造的徽章太多难以得出准确的估计数量，但是在革命的高峰期，全中国所生产的徽章大约是20亿到50亿枚。那么这就太多的铝就等从其他的工业活动中被挪用来制造徽章那么就导致毛泽东在1969年的时候，他终于插手的去干预了他说把我的飞机还来当时这个用这个铝造飞机用那么这股热潮才迅速退潮并在林彪于1971年身亡之后大致终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对毛泽东这种狂热的崇拜过程中有人是真心的崇拜，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假的崇拜他在借机的去谋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真崇拜假崇拜那么你在当时的这个中国社会里所有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标题他都同流合污制。同流合污汇集到哪里了呢？到毛泽东崇拜这一点上你无论真心还是假意的，你是为了谋利你都汇集到这一点。那当然了，是这个集权制度它有这种令人因为一个声音嘛定于一尊一个声音一个标准答案，它有这种能力可以让人们最后都同流合污当然了，我们知道毛泽东崇拜，对吧？你把毛泽东这3个字去替换成个人崇拜、偶像崇拜这些事情实际上不是说只发生在中国，对吧？你世界各地古今中外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人性之中、人类的这种文化活动中的这种崇拜现象。那么毛泽东崇拜并不是一个孤立但是它是一个很登峰造极的一个表达的表现形式。那么当然了，这一切到今天也慢慢的也出现了有习近平崇拜，对吧？那即便在海外的这种反共圈里也有李洪志崇拜，对吧？也有郭文贵崇拜，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崇拜。好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大致就讲到这里那么这还只是文革的开始我们下一讲这现在也只是到了1966年的差不多8月底8、9月份我们下一讲要继续的往下去讲，让这个时间线继续往下去延展，我们继续的去看究竟文化大革命都发生了什么。感谢收看、订阅、分享。